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全球会关注到那今天9月3号93军人节，当然老共那个地方那10年一度的那93大阅兵，那这次的大阅兵，当然你看得到，包括习近平，包括普丁，包括金小胖，看起来是3个人的主场 ，OK？ 那这样的一个大阅兵，包括他们展示出来的武器、圣货，参与的包括我们国内是不是有一些人去参加？他对于整个政坛上面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但除了这个以外，那当然对国内自己在政治上面来讲的话，大家现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柯文哲前主席明天会不会拒保停押？那这是大家今天关心的一个重点。柯文哲律师已经正向法院申请，要求拒保停押。明天9月4号，法院就要开那个停押庭。在停押庭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媒体上面有一段的描述。那当然是不是过程当中也有人提到说，不见得是所有的证人全部都要交互诘问完以后才能够交保。这句话暗藏什么样一些玄机？如果真的看的话，来任俊，是明天全台湾大概都会看着这个拒保停押庭，那法官那包括在最后当都已经论证完以后，到底会做什么决定？而这个决定，当然你看到最近这一阵子，柯文哲在每一次开庭几乎都是炮火全开，是因为当然你如果要拒保停押啦，我觉得这个江俊彦说法是法律上面一个很标准的说法嘛。就是你羁押的这个必要性是不是消灭了？好，那老实讲，是不是说所有的人谁坚持不回来，谁坚持不出现，那我就押你到天荒地老？我觉得对社会来讲也比较没办法接受这种所以看得出来，柯文哲方面其实一直把这个所谓的攻防的重点在这一段时间就是针对彭正生。虽然我其实个人是认为说你应该要针对一下朱雅虎啦因为朱雅虎曾经有讲过嘛那个小沈其实很小气所以这个什么7个30万我也觉得这个怎么样那个他具体自己有说的，但民众党从来不管朱雅虎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因为朱雅虎那个看起来是有一个对价嘛但他们一直争结就是攻防，就是说认为这个彭正生的那个证词说柯文哲没有下令没有下令叫我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民众党哇这2天好多人都很关心柯文哲的这个庭讯的这一块，而特别是对不起也不能特别讲庭讯就大家在那里互相针对证据力的部分你看张启凯厉害，他就看完了之后出来讲说，哇，那个彭正生有很多他都是遭受到不正讯问然后呢又被法官又被这个检察官胁迫又是怎样，就我也不太懂，因为这个彭正生如果从媒体披露的，因为旁听席也不是只有他们去嘛也没听到他讲出不正讯问这4个字。那彭正生的律师也没有人提出来讲说不正确，那反而是柯文哲这边不断的攻击那个民众党不断的攻击，我都不太懂他们攻击的到底是检察官还是攻击那个彭正生的律师。因为如果有疑问，应该彭正生的律师就直接会提了，但那个没关系，因为民众党都这样嘛但大家外界关注的是柯文哲，其实从金华城案到现在为止，不是没有被认为裁定说一定要羁押，他也曾经被放出来过那裁定交保的时候，当然金额啦金额在第一次是3000万嘛，第二次然后后来就讲7000万嘛那柯文哲那个时候其实讲说不要出去要被关。不过因为有讲出来讲说这个柯文哲曾经有表示过，在7月15号的时候曾经表示过说我又没有贪污。交保金这么高，我会拿不出来。感觉上是不是要继续关？不过因为民众党从上而下，然后从内到外包含民众党人这个党里面的人，还有包含到陈佩琪也都一直认为说柯文哲应该要赶快出来。所以我觉得明天的重点就回到了江俊彦所说的那一个。因为外界认为橘子都不回来这个民众党除了不提那个朱雅虎之外，不提橘子，也不提橘子。我真的觉得他曾经是你们的同事，不要把他弄到人间蒸发。如果大家看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是喜欢看韩剧，像敏凤喜欢看韩剧的话，都知道证人如果你不喜欢看我也蛮喜欢看的。这时候要到处拉大家下水，比照民众党的策略，对不对？就是如果通常重要的证人消失不见。
很多人都会紧张，而民众党反而从上到下都不紧张，也不觉得这个人有多重要。虽然即使大家都认为说，哇，他其实跟柯文哲的关系比你们这些现在什么党籍干部还要密切，因为他到哪里去，柯文哲去哪里去，那个橘子都跟在身边啊。但所以是不是要因为说，第一个，过去大家讲说，因为证人有人没有未到庭啊，未到案。所以这个真相一直没有办法厘清的状态之下，构成了柯文哲必须要被羁押的要件之一。那到了明天的时候，我相信法庭上一定会进行攻防。那对民众党来讲，其实他们一直抓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已经被起诉了。那你起诉就代表你检察官能够掌握的证据基本上已经都摊出来。你未来如果要怎样，不好意思，还是有相关的程序必须要走，也不是你今天突然说，不好意思哦，这个庭上我突然丢出一个证人1、证人2、证人3，那个其实律师都可以在那边攻防嘛所以接下来就是说，如果羁押的这个所谓的必要性，对法官来讲，明天对法官来讲，是不是他消灭了？当然会成为柯文哲的这个能不能交保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要据以交保的话，什么样的条件？我刚刚讲一个3000万嘛，一个7000万嘛，明天会不会再创下一个新的？如果要裁定他能够交保的话，那这个当然会反映出来是民众党如何应付。因为之前上一次的时候是那个黄国昌的太太被拍到拉着咯咯的行李箱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他们家产其实蛮雄厚的黄国昌他家了那最近又扯出说到底有没有买车啊，有没有房子，大家就很好奇嘛那我不知道黄国昌太太会不会又生气，但重点来自于是，如果明天裁定交保，因为民众党在过去的时候曾经提出刑事诉讼法关于羁押的部分，他曾经提出2项要件嘛第一个他说要修法。他说呢，要没有任何具体可行，那具体可行，但过去有很多具体可行要么提高保释金嘛，不然就是电子监控嘛，很多嘛那你接不接受？我觉得如果明天的这个所谓的停押庭如果要开，那开完了之后，如果法官做出了裁定，说好，那我今天设下一个门槛。就按照你民众党的想法嘛，那门槛的高或低，那个由法官去裁定。我觉得在座我也没资格去讲说，我觉得柯文哲一定要被交保，或柯文哲一定要被羁押。那问题就在于是，如果他裁定了这个金额，当时柯文哲说7000万，我要选管了，我要抖你赶快宁可在里面做了，那就会变成是那你要如何讲说是被政治收押，还是你个人，还是希望留在里面，让你的民众党有更多政治上面的话语，可以对外来进行攻防OK， 当然这整个过程当中，在外界大家一般来看的话，那当然民众党的一些朋友也特别提到讲说，那难道要这样一直压下去吗？而对柯文哲律师来讲，当提出希望能够拒保停押的时候。但整个在明天这个庭里头，包括刚才讲到，其实包括审判长那些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提过说，不是所有的证人全部都要问完以后，那才能够都要交互诘问完以后才能够拒保停押？那总是只要是没有串供啦，没有逃亡一些嫌疑的话，就看什么样的条件。那而且柯文哲刚刚提到说，前面曾经有2次，一次3000万，一次7000万，后来过程是因为检方抗告。提了抗告以后，到了高院以后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再发回以后，后来2度发回，最后地院的看起来是因为包括有省级之间的尊重，所以好，那就继续往下压。所以现在看起来，明天9月4号，柯文哲前主席是不是真的能够如同律师所提的，能够拒保停押？但是另外一个，就人据刚刚特别提到，那如果要拒保停押，第一个保金多少？第二个会不会有类似像沈庆金出来是1亿多的保金，再加上电子脚镣？柯文哲会不会有这些？以柯文哲来讲，他觉得他是清清白白的。如果你附加的这些的条件，尤其像有电子脚镣这些，柯文哲前主席会接受吗？法院会怎么样去裁这些？好，这是明天大家看的一个重点。但你最近看起来，将军，柯文哲在过程当中，刚人就有提到一个，第一个，他们不断的质疑彭正生。彭正生有没有被不正讯问？那个不正讯问，包括消失的那个2个小时，所有那些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图利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一定要明知这些是有违法的一些情形。彭正生的过程当中的认罪，是不是会影响到柯文哲这一块？打掉他的不正讯问，他是不正讯问，他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力，所以往下就没有彭正生这个证词。现在看起来，除了这个以外，柯文哲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在庭上面，其实也有一段比较感性的吧，就是一直跟彭正生讲，对他们也知道他的家人，对，就是他的夫人的那一段。
那些的部分是要在这让彭正生觉得感到温暖的这一块吗？应该是要让彭正生感到生气与愤怒。我觉得他不是要感到温暖，他要让他气检方，让他气检方，就是因为检方这样子对你，你才家破人亡。所以你还要认罪。我觉得他的影射出来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连累的人太多，这柯文哲说的哈，我连累的人太多了。那句家破人亡听得让人很难过。你们都是认真做事，没有对不起国家。这个案子去年闹的时候。他说我连840%都不知道，这是柯文哲说的。那他认为这样子讲彭正生，因为你知道失去挚爱，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痛，所以彭正生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他不是讲你们我为什么生在这个国家？我什么都讲了，我太太走了，我什么都讲了，那时候很激动。后来彭正生也解释，他说因为那时候我遭逢，因为柯文哲的律师有直接问说你为什么在庭上要这样痛骂检察官？对，他就说因为遭逢巨变。我的心情起伏很大，所以呢，我讲出这些话，这彭正生也充分的表达。那他们希望就是彭正生说没有，那消失的1个多小时是压人取供，不当取供。后来彭正生很明白的说啦，没有，身体不适嘛，我呕吐了，吐得满桌子都是，然后我去吃药，然后我去如厕。他说这些时间里面哈，没有什么不当取供。身体不适嘛，我呕吐了，吐得满桌子都是，然后我去吃药，然后我去如厕。他说这些时间里面哈，没有什么不当取供，也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所以我没有要翻供。哇，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柯文哲包含他律师团里面始料未及的啦。我觉得彭正生在这个期间，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公文不是我批的。这句话讲过很多次，公文不是我批的。这一次是在法官面前直接讲明白了，那个公文的决刑是柯文哲。哇，那这简直就是已经晴天霹雳嘛！所以柯文哲当然就失控啊。他说他在上面就讲说，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这总共4个认罪的，还有1个关键证人，这都是我最讨厌的那个人啊，就是检察官了。”林俊彦，对，都是你讲的，都是你审出来的，为什么别人都审不出来，只有你审得出来？那他厉害啊，他厉害嘛？那为什么别人射击打靶都打不中，为什么你打就满靶？他厉害嘛？他说没有，我告诉你，第1个认罪的是彭正生，但是呢，他连彭正生自己都记不清楚什么东西了，他就认罪了。他第2个认罪是邵秀佩，结果他来作证，表示过程全都是合法，这样子也认罪。然后第3个认罪的是朱雅虎，我柯文哲讲的最难听，钱也不是你的，人头也不是你找的。又不是你建议的事情，老板也没跟你讲你认什么罪，所以最后他讲到第4个才更气人。他讲陈俊元，他说威金集团的这个法务经理陈俊元，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只是被连续问了5次他就认罪了。然后最后一个他说那个关键的证人就是林清荣，他说林清荣根本是绿营派过来的打手，要入我于罪的人。那讲完之后，法官心想好嘛，就让你讲嘛。那讲完之后，他居然一炮打到谁？直接打到《镜周刊》了。裴伟，你不被抓，我就放不出来啊！他把裴伟抓了以后问才知道，对，包括检察系统跟梅现在对到底有什么勾结？对，他说你把裴伟抓起来了，你就知道检梅如何入我于不义啊。然后另外你想要让我还我清白，可能要怎么样？他没有说政党轮替他说改朝换代他就说他要从清朝变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变成另外一个朝代，我才会无罪。这柯文哲，我觉得他在最后这个阶段他已经觉得，我不认为他觉得有把握，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柯文哲会被交保，我还是会被交保，因为能够巩固的证人，这四大认罪的，还有1个关键的证人都已经巩固了嘛，那你再压柯文哲，我觉得也没那个必要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未来不是会不会获得自由，他一定会获得自由，但是交保金会不会跟沈庆金那么重？沈庆金破亿耶，沈庆金破亿耶，那柯文哲如果交保，按照柯文哲的风骨跟他这个态度，他会不会拒绝交保？看来不会，因为上次3000万不就火速就送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会交保，那只是这个交保金会不会跟沈庆金一样这么高？
然后这个交保金柯文哲能不能在陈佩琪的迅速的运作之下就凑出来？那这都是未来要观察重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当柯文哲重获自由的时候，民众党当家的可能就不是黄国昌了，还是要还给柯文哲。柯文哲前主席明天会不会获得交保？交保的条件会是什么？大家都在关注这一点，因为这也牵扯到到底交保如果有交保的条件是什么样的话，对柯前主席来讲的话，他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过去这一阵不只是柯文哲前主席在庭上面，那所有的火力全开这一块。来，舒培，包括陈佩琪女士，当然，身为家属，她当然有很多的一些的话，有很多一些的怨，有很多的这些，包括中间发了几次的长文，然后都是在喊冤，都是在直接痛骂，怎么会有像这样的政府要把他们家害成这个样子？每一个这个嫌疑犯的家人不需要自己认罪，所以他们为自己喊不公，那我也觉得 OK。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看到太多，就是柯文哲跟陈佩琪，甚至民众党对于检察官拿出的相关证据跟证人的证词，他们是完全否认的，甚至用带风向的方式来抹黑他们，说他们讲的都是假的。比如说刚刚将军讲的林清龙证词什么？证词是说，如果在审判中的案子，台北市政府还接受了陈情，甚至交给主办的单位来进行验议，他认为这就是图利。这就是林清龙讲的。林清龙认为这一件事情是他的认知，他的法律价值，他对于公务人员的这个本分应该要这样遵守，这是他认为的。可是你看柯文哲出来骂人他出来骂人的方式是什么？林清龙啊，就是主要证人啊，入我于罪啊，他就是民进党派来的。我要讲一件事情，你到现在你身边还有多少民进党的人？你周瑜修就是民进党的啊，你党的秘书长周瑜修现在就是过去就是民进党的啊。如果民进党派给你的都有问题，那你周瑜修早就不应该用了嘛。所以你针对于这个林清龙讲的东西，你不针对事实的部分去做回应，你反而是用抹黑的方式，用带风向的方式嘛，所以这个才会有这个，你看嘛，在侦查庭，在这起诉书里面，其实检察官就已经把柯文哲面对司法的证据的过程当中啊，他在侦办的过程当中，他显得倨傲屡屡澄称政治破坏罗织罪名，而且也在113年8月的时候传讯给陈佩琪说，我觉得正面应付，让每个人都知道，就变成政治破坏。所以他有没有要在司法上面跟你论个清楚，来争取自己的清白？没有嘛？在彭正生昨天出庭这一件事情，其实已经让柯文哲在金华城这一件事情，这个案子里面图利的罪名，其实是已经非常巩固的。第一个是说。这个刚这个小五哥也有讲嘛，柯文哲的律师跟沈静晶的律师对于彭正生，他们一直想把他打成彭正生在讯问的过程当中不正讯问，因为他认罪，他认罪的图利这一件事情，对于柯文哲跟沈静晶来讲，这件事情就是20% 龙奖就是图利这一件事情，他们就变成没有办法有转圜的余地，唯有把它打成不正讯问，这个证词没用之后，他才有办法嘛。那结果嘞，彭正生说没有不正讯问，再来他有没有翻供？7月1号他的太太遇到不幸的时候，这个包含民众党、包含沈庆金这边都讲说啊，这个检察官在侦讯彭正生的时候，就是有欺负他啦所以他准备要翻供，所以他才会说他这个讨厌、生气检察官，痛恨这个国家。但是彭正生在昨天的这个侦讯过程当中也没有翻供，那不但没有翻供，他还讲了就刚刚讲的，他说啊，在司法诉讼中。金华城这个案子，当时在台北市2020年4月那时候在受理的过程当中，沈庆金、金华城其实是对台北市政府提出行政诉讼的，而且那时候柯文哲还说不接受和解。但你在不接受和解打行政诉讼的过程当中，你接受了陈情，但一方面又交给了都发局，叫都发局重新研议办理，这就是图利。这是彭正生认的，这不是检察官问因为这个郑生源律师啊，就是柯文哲的律师一直说这是检察官这个引导彭正生去认这个罪的，但是这样吗？不是啊。彭正生有说，他在当年2020年3月的时候，应小薇跟沈庆君去拜访柯文哲的过程当中，他也有接待他。
然后应小薇也提出相同的要求，他拒绝了应小薇。他说这件事情是违法的。这是他在昨天庭讯上面有讲的哦。这是第一次彭正生跟这个应小薇跟沈庆金说这是违法的。第二次是柯文哲接到陈情书，交给都发局去做研议，在都发局的同仁上千的公文里面，也跟柯文哲讲。这是违法的，这会有图利的疑虑。在4月15号的时候也讲了，但是柯文哲盖了章，要求都发局重新送都委会研议，这就是构成的，就是违法。所以呢，昨天的这个审判过程当中，其实从彭正生的证词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柯文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有不知悉，他其实是知悉的，而他在图利这方面，他似乎也逃漏不掉。所以呢，今天陈佩琪就如同柯文哲所下的指令，就是要让每个人都知道，然后他讲到变成政治迫害，所以陈佩琪今天又发了一个文，这个文呢总共有6段，写的乐等。可是我们来看一下陈佩琪讲什么，他第一段讲说啊。他说希望大家支持法庭直播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像他一样凭着记忆力就可以转译将近90%然后呢，在昨天的审判当中啊，他说他先生是多次表明金华城这个案子只签到都发局送上来的公展文之后，他就再也没追踪。但我要告诉大家，陈佩琪之前是这样告诉大家的吗？不是啊。陈佩琪之前不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专业的经理人去做的，柯文哲完全没有盖过章，现在为什么又承认他盖了公展章？因为昨天彭正生说，公展的章就是柯文哲自己盖，而且在柯文哲8年市长任内，唯一都委会的案子，柯文哲自己盖章的就是金华城，所以他闪不了啊。他闪不了之后，就在那边胡说八道啊，就说啊什么还拿出便利贴啊，说他是知情的证明啊，但是。陈佩琪，你没有讲的是，你原本说的是柯文哲根本没盖章，你现在又说有盖章，然后媒体拿出检察官呐，这其实不是媒体拿的，这是检察官拿出了相关的便签，证实柯文哲在整个金华城的审理过程当中，他都有掌握，甚至在最后的时候要求把整个行政程序加快，这东西。这个陈佩琪也没有讲。再来第4点的时候，我觉得第4点啊，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事情啊。第4点的部分，陈佩琪说啊，法律要教大家了解啊这个金融知识说这个 ATM 存款啊，检察官说要在1个星期前如果没有提出这个记录的存钱，就是财产来源不明。所以他说他在去年8月30号被抓去问的时候，大部分的钱他都已经说清楚了。大部分的钱他都已经说清楚了，但是呢，这个检察官问他哪一本这个小朋友的户头啊是小孩工作后自己开的，他答不出来，他觉得检察官觉得他很笨，连这个东西都记不清楚。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矛盾？陈佩琪不是说他是唯一一个听庭可以把90%证词都记录起来的人，结果他现在又说哪一本这个户头是什么时候开的，他完全不知道。检察官称他很笨所以这个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第二点是说，为什么都在讲图利的事情，陈佩琪要突然讲出 ATM？因为大家还记得吧，在陈佩琪在去年在审理的过程当中，陈佩琪在2020年3月10号到4月14号的时候，这35天当中，陈佩琪有10次去存了，在 ATM 存了157万，就在这个时间点，然后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重新把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重新送到都委会去审理的那个专签公文送进去的时间，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图利已经这个构成了。
那现在图利之外有没有对价关系？我认为陈佩琪就来解释这一件事情。而第6点，确实陈佩琪就是在讲这部分。他说啊，109年3月10号跟这个议员跟市府的人便当会，他就是这么倒霉的倒霉鬼，在3月18号曾经把钱存入小孩的账户，这样就说我拿金华城或议员的汇款去存入。法律就这样兜的，我声明，我自小帮小孩存什么账户，然后810万去买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欲盖弥彰啊。陈佩琪现在就是在解释，他存这个在这个2020年3月到4月这35天存了157万这一件事情跟金华城无关，但是我认为他就是因为觉得检察官接下来已经要办到这个地方了，法院要开始审理了，所以他才开始丢出这一些文章来带风向，来转移焦点。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自证己罪啊！你只是告诉大家说，哦，你的孩子的账户不止1本。很多本，而且你小孩的账户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钱，这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检察官在这个案子里面要办的？第一个，金华城有没有对价关系？第二个，你是不是有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的问题？所以这个陈佩琪心虚了，接下来在奉行的就是柯文哲所讲的，用带风向的方式，继续让这个案子是被政治打压、被司法破坏，留下印象。而言之，你看到包括柯文哲在每一次政过开庭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讲话，他所讲的内容，甚或像民众党黄国昌他们不管是在走读那天啦，或是中间的过程，一直不断的在讲的就是，这根本就是要陷人于罪，然后甚或把包括剪掉跟媒体之间，然后所以柯文哲就说把裴伟收押起来，然后就要问。就会知道到底检调是怎么样跟特定媒体勾结，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对他们来说，一直觉得这就整个就是讲白一点，就是民进党或赖清德就是要针对他，就是这样吗？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侦查不公开啦，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之前，就是检察官起诉书没有出来之前，很多细节就周刊都可以报道。这个我觉得当然大家很怀疑嘛，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检察官也有调一些记者去问，然后听记者的说法，然后最后就说不起诉，感觉也没有好像很想要仔细追查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到底为什么可能记者特别厉害还是怎么样，到底为什么可以取得这些资讯？然后在柯文哲就是准备要是不是可以被放出来的这个前戏，那周刊又用那一些纸条嘛，然后6张便条纸，然后弄了一个故事。那民众党这边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说周刊认为有一张纸条是说，金华城对容积率应该死心的，只希望行政流程加速，让他们早日完工就可以。那这个按照民众党的想法是说，就代表柯文哲就没有要图利的意思啊。对，但是周刊他们的解读又是完全的相反。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后就是法官来判呐。但言之，对国民党来讲，因为国民党其实最近对于柯文哲主席被压了1年左右，其实有很多一些包括深远一点的声音。所以对你们来说，如果明天那个聚保停庭，然后如果审完以后，你们是乐见柯文哲前主席然后被拒保，那这对大家一直在讲的蓝白合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样影响？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柯文哲到底犯什么案子？那当然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必要压这么久，压了1年多？那这部分国民党也有一点感同身受，就是之前在那个联署的时候，联署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时候，像我们的黄旅警督也被压，然后2个党工也被压，然后甚至2个党工都认罪，还是继续延压，因为羁押是一个侵害人权的强制手段，然后按照。人权立国的精神应该是要按照比例原则，就是要以侵害最小，但是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的方式。所以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压的必要？这个事情我们是一直提出质疑，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个程序的部分。好，然后那柯文哲如果放出来，我坦白说我是没有办法预料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对，因为你不知道说柯文哲出来之后。他是会继续影响民众党呢，还是他会常常出来媒体讲话呢？还是说，他就专心的就是面对官司？我这个部分我是没办法预料，但我觉得蓝白合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柯文哲放出来或不放出来而有什么影响，因为现在目前来说，民众党它的重心就是在国会，那国会
蓝跟白的合作默契，在这1年多以来，我觉得已经建立了，这个部分是不会被打破。那再来就是2026嘛，因为按现在主席是黄国昌的，比如说以新北市来讲，他表达参选，可是他也不排除跟国民党协调，这部分我觉得国民党也是非常接受。我是不会觉得说柯文哲出来会去影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蓝白合的方向应该还是确定。你看，我们刚刚听到，其实元之刚才特别强调讲，国民党也有一点感同身受，包括黄旅他们当初被压啦，包括党工被压这些，所以柯文哲前主席这件事情，他们会特别关心的，应该就是在为什么要压，还需要有必要继续往下压吗？那至于明天到底在整个包括停压停，然后问完以后，那元之也没有办法判断。就谁知道出来？而且国民党党主席会是谁？那会不会是郝龙斌？那他跟柯文哲之间有没有什么恩怨情仇？未来蓝白合之间，可是显然蓝白合的大方向，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应该是不会改变了，应该就是这个样。所以未来就那至于明天，所以刚才来宾所提到的那些，包括彭正生的证词啊，所有这些弄完以后，对于柯文哲，你的看法呢？我觉得就是到这个会期为止，即使出来了啦，影响了也不大啦哈，因为总召还是黄国昌嘛，可是明年就很难讲了。明年这个总召就换人了，那个黄国昌也不是立委了嘛，对，2年条款了。对，那就不同的情况了。所以说，也许可是因为这个半年这4个月也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啊，就是省预算而已啊，就省预算，然后你也不是涉及到这个所谓关键的提名期啊，但是未来就会有影响了，这怎么会没有影响呢？什么感同身受，这个都是在帮柯文哲那个洗地的啦。然后那个什么讲了一大堆以后也不见得有罪，怎么样啊？那为什么这个赖清德什么也没做，然后就说赖清德什么独裁或者怎么样，怎么那么直接呢？很奇怪啊，不是双标准吗？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是说，当然这个柯文哲跟未来的看起来是郝龙斌嘛，如果国民党主席是郝龙斌的话。那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还是会有走蓝白合啦，但是那个细节的密切度就不一样了嘛，哈。那尤其是你不要提起台智光这个案子就可以了，那提起别的案子应该还有转圜的余地，但是你提起台智光呢，那大家就开始在吵，你到底是你的错，你的合约签错了，还是我后面的执行错误？你的母约还是我的子约？对，你母约还是子约的错嘛？那这到时候会不会吵起来呢？这也很难讲嘛，所以说我觉得是说这个短期之内，我觉得民众党就是内部会有一些，当然。刚出来的柯文哲，他也懒得去管理立法院审预算的事情啦。但是问题是，到了要提名的时候，如果柯文哲还在外面的时候，他一定会管的啊。他怎么会不会管呢？这个是他的党嘛。那即使说有案在身的话，他还是有提名权，还是有影响力。毕竟吵还是比冲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会没有影响，只是说短期之内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未来这个东西，黄国昌就没有办法现在这么自由自在。做主了，因为现在黄国昌譬如说他去围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是趁这个时段黄金时期，黄金几个月里面，他可以作秀的时间赶快作秀嘛。你说包括走读，都要走读嘛，对不对？然后呢？但走读算不算大功一件？因为你看走读，然后所有这些，然后包括明天。当然，这也许是个巧合吧，因为刚好昨天开始就是彭正生，然后结果明天呢就是柯文哲律师就拒保停押。如果明天真的柯文哲也拒保了，那对很多民众党或是蓝营胜或蓝营的一些支持者会不会觉得，你看就是有用啊，就是人家去声援以后就是有用啊。所以黄国昌因为说有用，都是我的功劳，要不是我去推警察，怎么会这样子呢？但事实上，真的功劳是陈佩琪啊。现在这个律师不是都会主张说，这个对配偶的压力很大吗？就是拿彭正生的这个 case 来讲说，如果你再不放柯文哲，可能陈佩琪还有那天又把柯妈妈推轮椅又推出去了嘛。这2个女人是真的想救柯文哲，其他人是想要借势做造势的活动而已嘛。所以说，我觉得说明天即使有交保的东西，也不会。当然，黄国昌一定会说是他啦，但是我们实质性的认为是，我觉得是认为考量这个配偶的情绪，这个成分可能会大一点，或者说还有其他的这个证人啊，或是这个证据，这个法官认为已经到一个段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性还不是很大吧？你觉得明天交保的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因为还很多东西都没有问清楚啊，我是觉得没有问清楚了。啊哈 ，OK。你觉得明天交保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因为还很多东西都没有问清楚啊，我是觉得没有问清楚了。啊哈 ，OK。来，公民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以公民老师看，在法庭之间的攻防，对，不管是有情绪性的一些，我相信啊，因为所有的涉嫌人啊，或是被告，包括押了1年，当然都会有一些情绪性的一些发言。但是在看到柯文哲在这几庭的一些的发言，包括跟彭正生昨天的一些的政治的东西，包括像8月30号走读的这一切，以一个公民老师的角度分析一下。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纯粹以司法就司法来看的话，你希望你的就是这个柯文哲出来的话，那当然你就是要尽量让法官觉得说，我如果让你交保出来，你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力啊，你也不会落跑啊，这之类的。这个是在司法就司法，但因为柯文哲已经过了1整年，他把自己从一个司法贪污案犯活成了政治犯的样子。他真的是变成台湾曼德拉了，所以他现在你看他包括在法庭上跟法官的那些对论，他都直接拉到赖清德，自己把赖清德拉下。我问你，金华城案子跟赖清德什么关系？但他都把赖清德搬下，所以他已经把他自己活成了一个政治犯。那也是因为他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身份在，所以法官在考量交保的时候，他就不能用一般的司法标准去看他。就像刚刚敏凤姐讲到的，包括像陈佩琪夫人还有柯妈妈都站出来，所以这里面他变成他的单纯的司法已经掺杂了政治，而这个掺杂这个政治这件事情呢，也是外面这些人所希望必须的。比如说以黄国昌来讲，我们一直讲黄国昌嘛，那个司法走读从头到尾就是违反集会游行法，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申请嘛，因为那个是禁制区嘛。但是他做这个动作，然后包括去推挤啊，然后甚至还有黄国昌的每一个助理，要选议员的每个助理都跳上去，人体冲浪的代价跟结果，往好处想，他成功了啊！你看这个是关于他的司法走读在政治立场上这7天的那个直播的观看数，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打圈的就是8月30，就走读那一天早上，接下来就爆冲，你们看到爆冲，而且冲最高的是谁？蓝色线是谁？是泛蓝的支持者。绿看我穷家管呢，所以这个东西表示说。看走读的不是只有白营的人呢，是蓝营的人也看得很嗨呢。因为黄国昌就是因为我跟你讲，他过去就是反赖清德统一战线大盟主，他经过83年那一场跟警察冲撞，他又再一次去确认他就是大盟主。光他拍天泛蓝的支持者觉得，我们泛蓝都没有像黄国昌那么冲呢。哇，黄国昌真的是冲上，所以他这个动作就是焦虑感，因为他怕万一柯文哲出来的话，现在小草跟小葱比的话，草还是大于葱，所以他必须用这个方式去确立，就是说他把群众党带进这个激进跟冲撞的这个路线，至少他有一定的分量，而且国民党的很多泛蓝支持者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就是要有 guts。但我换个角度想，那你这样冲是不是有代价？你得到政治上的利益，那你司法上也要有代价。最近网友就翻出来，他有一个大前辈，当年也是开着车然后去冲撞那个地方法院，也是禁制区，邱毅。被称为冲车大将军。那邱毅的案子是这样，他这个叫321滋扰案，被囚刑1年半。什么叫321滋扰案？就是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连宋沛跟陈水扁选举，然后因为3月20号那天投票，连宋沛只输了大概不到3万票。对，319是枪击，然后320投票，那大概只输了不到3万票，那2万多。对，然后3月21号，邱毅当时是立委，亲民党的立委，他就率众去包围那个高雄的地方法院跟地检署，然后甚至还有在车上就冲撞。那这个案子呢，他也伤了8个员警，很巧，跟黄国昌这一次一样，有8个员警受伤。那这件事情呢，他当时是被以首谋聚众、妨碍公务等4罪提起公诉。好，那一审呢是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而且注意跟大家报告，他这个是不给缓刑哦，然后也没有褫夺公权，就是不给缓刑，就是要他去关。那这个案子后来邱毅有上诉到最高法院，最后是定谳是1年2个月。不给缓刑，所以后来邱毅是以立委的身份，他后来有进监牢去，就这个案子。好，那这个案子就是提醒了大家，因为黄国昌昨天也被台北市中正1分局分案，就传唤了嘛。好，那黄国昌是被列为违反集会游行法的首谋，然后也包括妨碍公务。好，那现在重点来了，那如果按照同样的当初，因为他们也有开车，然后也有是违反集会游行法冲撞，那黄国昌会不会也被检察官
按照邱毅的标准，而且我查过嘛，集会游行法首谋就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妨碍公务还另外 bonus 另外加，所以他会不会也跟邱毅一样被求刑？而且重点是，如果同样的类似的案子嘛，那如果这样判下来的话，是不是最后也不给缓刑？那表示他要进去呢？哇，那如果进去的话，新北市这边算啊，你写的新北市长连选都没办法选。我跟你讲，黄国昌在过程里面他有避掉这个哦，因为那个警察喊说，黄国昌先生，你可以把你跟你的群众带离吗？黄国昌就说：“你给我道歉，这些人不是我的群众，这是自主公民。”然后又回头问他说：“你们是不是自主公民？”是，所以这个不是他带的。他有说是林国成带来的。然后他说这两个自己在那边走。然后他今天黄国昌总召今天讲说，他要去追究那个，不是有一辆车，然后就仁爱所的所长去拔钥匙，这个没良心。如果你有去看画面，那个车子是议员开进去，他们就是就往里面开。那里面那么多人，然后他要直接开进去的话，警方是依法执行公务，他去把那个钥匙拔下来，算很客气。我老实讲，这一次的警方是戴小帽。我跟大家报，很多人说哇，警察可以这样子吗？跟大家报告，如果你看画面，警察是戴小帽，没有钢盔跟盔甲。来，黄国昌，2014年太阳花的时候。当时的警察是什么来？这个才是标准的警察在群众运动的制式装备，是带钢盔、盾牌，然后够这个木棍。这个警察后来大家找不到，当时的画面在这里，来我们给大家看，有没有？所有的警察都是盾牌、盔甲，这个才是群众运动的标配。这是2014年的3月23号，公行政院那一天，小弟刚好也在现场。当年的警察就是这样子，这才是标配。这一次的警察是戴着小帽，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武装，然后他不过是因为你开车要进去，所以他也没有把人怎么样，他只是把那个钥匙拔起来。而且黄国昌说他们要去追究那个所长，还有什么远警编号503要追究他。我跟你讲，警方对你真的是宽容到一个不行结果对你那么好，还要被你冲撞，然后现在不过是就是我跟你讲啦，大家街头运动还是老话一句啦，怎么样把群众带出来，就怎么样把群众带回去，不用去说什么那个是走读啊，两这种画面你得喷笑。那如果按照你的标准，这个叫走读的话，那以后我也可以走读啊，我也可以去赖清德家走读啊，我也可以去副总统官邸走读，那我也是两个来，大家两列队，好，开始冲。然后出事的时候说没有，我们他是自己的。我跟你讲，天底下如果法律可以这样任意去解释的话，那这个国家已经就随便你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标准在，还有这一次的警方真的对你们已经是宽容到不像话。然后如果还要去责备说什么警方违反人权的话，那我问你，那当时是太阳花那个时候那个警方这什么意思？不过当然大家也要看各政党的政治人物或是地方首长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明凤，你为什么直指说蒋万安双标？为什么？他说这是人权问题啊。那问题是所有的集会游行法都可以用人权人权问题来解决的话，那法律存在是要干嘛？以前冲的是绿营的人嘛，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你集会游行一定是要突破体制，所以才会有诉求力。可是你要突破体制的同时，你就是要负担法律的责任。没有什么双标不双标。所有的以前什么这个民进党上街头520那个打得要死要活那个也是一样，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哪有说一个市长说帮这个集会游行解释说他是有人权这个概念存在，有人权概念就可以不用守这个集会游行法吗？你这市长的这个法律不晓得是怎么学的？那不是双标是什么吗？那所有的人以后集会游行法或是不用申请或是违法的集会游行，通通用人权方面来解释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法律就不用存在，根本不用去修法啦，不用修法。反正呢，市长就解释，在台北市你们随便集会，然后不用申请，通用人权解释，那你视法律为无物啊？我觉得蓝白绿，你反正你要用这个超越法治的诉求去凸显你的这个目标的话，你就要负责法律的责任，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哪有一个市长去帮你解脱说，这个是人权问题，所以呢，有人权问题就可以不用负责任的吗？不用负法律责任吗？那法律定在那里是要干嘛？是摆着看的吗？你要把它裱起来。裱起来放你市长办公室可以吗？我补充一下，最近我听到白银的群众在讲说，赖清德当年也主张废除集会游行法，好啊，那就废啊，现在就可以废啊。蓝加白是稳定多数啊，你要废一定可以废啊。我跟你讲，你废掉真的把集会游行法废掉，最头痛的不会是赖清德啦，是蒋万安的。所有的集会游行都在台北市，你真的把集会游行法废掉，我跟你讲，台北市真的天下大乱。
你可以废啊，我没问题啊。然后你集会刑法禁秩序也都废掉啊，包括法院、包括总统府，甚至包括驻外使馆的都废掉啊。你试看看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好，所以现在变成是白营的往前冲，他拉着谁往前冲？他拉着蓝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至少这样司法走读里面，蓝营变成是漏票。两一穷你掏钱呢？如果一中刚讲的来元真，那对于刚刚讲说在台北市，包括对蒋万安市长，那对这方面说有职权，那警方要依法执行，然后包括在人权上面，他们是为了柯文哲前市长这些。蓝营现在看起来是声援蒋市长这样一些态度。刚才包括敏凤跟一中所讲，或是黄昌在这次走读，一中刚拿的那个声量啦或各方面讲说，其实不是。白营的支持那一定要挺这些，但是蓝营的支持反而是在这波里面看起来，黄昌也看起来也成功虏获了很多蓝营支持者的心，是这样吗？我觉得有啊。黄昌也看起来也成功虏获了很多蓝营支持者的心，是这样吗？我觉得有啊，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在乎说黄国昌到底有没有融入到蓝营的，因为现在要蓝白合啊，那黄国昌强也代表我们那个阵营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是很在乎啦，反而是民进党比较在乎说蓝白会不会合，所以从823那时候一结束啊，我就听到各种见缝插针的，然后包牌式的见缝插针，有一种是说，哎呀，你看一下那个国民党都没出力啦，你看那个反恶霸的时候，民众党都有出力啦，那个公投国民党都没出力，所以没过。哦，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投人跟投事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这是一种挑拨离间方式。另外一种是说，哎呀，这个国民党啊，为了要反公投啊，然后办了一大堆活动啊，把舞台搭给黄国昌啊，就不怕黄国昌吸走你们的能量吗？就包牌式，一下是说我们都没出力，一下是说我们很出力。但其实怎么样，我都觉得不在乎啦。那黄国昌声量好，我们都是乐观其成啦，因为我觉得大方向大家就是希望蓝白合嘛。那黄国昌现在声量很强。他现在要选新北市，我们国民党也会有一个人选嘛，跟他比嘛。如果我们的人在民调上赢过他，他会支持我们啊，他就把他能量带过来啊。那如果他的声望声势比我们高，我们输给他，我觉得我们也是甘拜下风去支持他。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不会变。那至于说那个就是长波他们做这件事情，哈，那到底有没有违法？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大家说了算啊，最后是法官说了算嘛。因为当然黄国昌这边民众党可以主张说，我没有集会游行啊，我是走读啊，走读就是边走边读嘛，来了解一下这个风土民情嘛，对不对？然后大家他就可以这样主张嘛。那法官觉得不 OK， 那法官就根据集会游行法，这个也不是蒋万安说的算。蒋万安也没有说违法不违法，因为我看蒋万安讲话的原文是说，他可以理解从人权的角度，民众党做这个事情，他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就像民进党以前也常冲撞体制啊，也常常去这个负法律责任啊。对啊，就是可以理解民进党为什么这样做嘛。譬如说，民进党，你说你要对，举例来讲好了，像去年国会改革法案在审的时候，民进党也号召一些青鸟在外面啊。然后民进党的立委，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一堆立法院的警察，然后就把人群挡在外面嘛。有申请好不好？但他要用油压剪放人进来嘛，警察也是在那边挡嘛。那你说真的，他攻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违法嘛？对不对？那你说我知道那个立委有被移送？对啊，人家有法办。对不对？是说我可以理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想要国会改革嘛，所以他要放青鸟进来瘫痪国会，我可以理解，但我不认同。但是至于有没有违法，要不要被移送，那是法官来判，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那以前民进党他们上街头啊抗议啊干什么，丢汽油弹的，然后丢棍棒的。然后还甚至于那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还攻到行政院里面呢，还吃太阳饼。看到什么汽油弹？但我知道在连宋配那个时候选书的时候，凯达格兰那个大道上真的有丢汽油弹。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就在第一线，我那时候去观察，然后他们以为我是同伙的，拿了一个灭火器给我，我说要干嘛？结果给我一个灭火器，那个人后来就往后跑。然后我就面对警察在前方，然后汽油弹就嘣就在炸，然后我赶快把那个灭火器丢了往后跑。所以我不知道民进党什么时候有汽油弹，但我可以确定，2004年那个时候连宋配在凯道的时候有丢汽油弹。棍棒也有嘛，冲到行政院里面吃太阳饼都有嘛，两边都有嘛。那为什么好像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民进党对立面的，就进去就民主之耻。我看哇，黄国昌现在被民进党骂什么民主之耻啊什么什么的。那之前民进党的人抗议什么民主先锋，那话都给民进党讲就好了嘛。民进党做民进党有认啊，黄国昌不认呢。黄国昌那天还在跟柯建铭抱怨。你们用油压剪一剪，那我只是去搂他脖子而已，然后意思是说他没什么搭肩，对，我只是跟他搭肩而已，我没什么。人家有认，他不认呢。而且他还呛瞎什么？他还呛瞎说赖清德办我是不是就过来啊？放马过来，放马过来啊！我我问你，哪一个人因为集邮然后诉求自己的目标的人，到最后被移送法办？有谁像黄国昌这样？苏北先问一下，刚才园长，你们过程当中有用过汽油弹吗？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没有看过民进党有哪一场是用汽油弹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叶元之有讲说啊，我们都那个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啦，包含民进党啦，包含民众党，我们都理解啦，哈。但呢，我们蒋万安是说我们认同民众党哦，可是他不认同民进党，这就双标啦。一样都是在诉求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你们对民众党打警察这一件事情，你居然认同？民进党诉求，不管是油压检，或者是这个进入行政院有冲突，你们就不认同？为什么双标？再来，我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黄国昌在这一次的集邮法，让人最没有办法忍受的是什么？他去攻击警察。民进党任何的集会游行会跟警察有冲突，都是警察来打民进党的这些支持者，或者是这个诉求者。包含什么时候？包含上一次青鸟的活动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的保六员警下来，他是带着钢盔、带着木棍，他带着那个什么盾牌，那时候很多青鸟看到的时候打电话就马上联络议员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合法申请吗？为什么警察全副武装要来对我们合法申请集会的人？可是这一次国民党面对民众党，明明是违法集会，甚至后来攻击警察，居然完全没有移送，甚至后来还跟黄国昌讲话，说我黄国昌只是不小心碰到我的肩膀。我对于这个陈建玉的这个督察组组长讲这个话，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黄国昌今天有讲说，他说有警戒的人跟他爆料，说高层下令就是这位陈玉健了。陈玉健呢，这位督察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对外讲说是被锁喉，然后一定要告黄国昌。这黄国昌讲，这黄国昌造谣啊！因为陈玉健督察长第一时间讲的是什么？没有啊，我没有被锁喉啊。但全台湾看到的都是他被锁喉啊，只有他自己说没有被锁喉。所以现在是大家看了愤怒了，而且你知道吗？今天有员警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市长对于这个案子里面居然说要去维护前市长，而且是这个图利收贿的市长的人权，然后对于执勤同仁的人权完全视于无物。未来如果都是这样子，谁敢在台北市当警察？只要跟这个市长的政治利益不相同的时候，这些员警的权益都放在一边吗？而且这个督察组组长啊，他穿的是制服，制服上面是有警徽，攻击你不是只有攻击你陈建玉，他是攻击所有的警察，你怎么可以轻轻放下？然后再来第二个，你那一天被攻击的不是只有陈建玉哦，还有很多人是踩在警察的肩膀上、头上，在那边跳，在那边踩，在那边跳，这件事情没有办现在只有移送3个人，第一个是黄国昌，第二个是刚刚讲的开车的，把车子开进去，然后跟这个仁爱这个派出所所长有冲突，因为他把那个门往后撞，然后撞到那个仁爱派出所的这个所长，所以他也被这个以妨碍公务的部分去办。第3个被办的人是那个这个换脸AI 那个就把陈玉健对，把陈玉健的脸变成是在微笑，总共办的是这3个人，其他都没有办。你可以接受吗？有这么多警察被踩在这个白银小草的民众党支持者的脚底下，然后你没有办，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任何的集会游行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合法不合法就是违反集邮法，违反集邮法在没有冲突的状况底下就是罚钱。但是今天这个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的集会游行，是他攻击了警察，我甚至是开车直接要去冲撞警察，去勒警察脖子，这才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而黄国昌不认罪，居然还造谣说什么陈玉健是被下令说一定要锁喉，不然要被拔关。之前陈昭姿也讲过啊，陈昭姿之前不是也说什么当天礼拜六的时候，远景跟民众党的议员爆料说，只要跨过了禁制区，每一个人就要被拔关。后来中正一分局有没有出来打脸？有啊，就造谣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一件事情啊，其实他们都用造谣的方式在带风向。我认为警察局一定要重视这一件事情，不然警察局不是只有被勒红，不是只有被踩踏，未来所有的民众党议员、立委胡说八道，你警察的脸还要带到哪里去？全部都是被下令，你警察才会动起来，是这样吗？人居要补什么？这个如果要讲过去台北市街头抗议的历史那个真的讲不完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印象，2008年当时陈云林来的那一次，在台北的街头不是一天呐，那个连续3、4天嘛。这个我补充一下，被把钥匙拿掉的，我就是在圆山饭店，我的车子开上去，被那个警察把我钥匙拔走。对，就。如果因为刚刚讲什么丢汽油弹啊，我在想这个原子大概片面看了一下，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应该是这样讲。当时陈云林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一开始说什么要2次江城会，后来是马英九，你看那个时候连续几天，从国宾饭店、金华饭店到最后的那个圆山饭店其实我必须讲，警方在处理这种所谓的陈抗，跟这一次其实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啦最后一次爆发在圆山饭店，就是刚刚苏培讲的那一天事实上，我们也谴责民进党，因为很简单，民进党那个时候党主席叫蔡英文，对，蔡英文那个时候到饭店里面去包围完了之后，直接宣布在傍晚的时候宣布围城结束啦。那宣布围城结束之后，那个时候群众是大家就整个就是突然没有 leader 了，所以大家就有人发起了一件事情，是往圆山饭店走。那一次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印象深刻？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一次警方啊，为了要制止有人丢东西或干嘛，那时候看到人就打，有台的记者直接被打到头破血流。这是台湾曾经发生过。你说我就讲说要讲以前什么的，所以你说是为什么民进党一直讲说不是我们去丢汽油弹？我就讲说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谴责民进党，是因为你把人带上街头，你没把它控制好嘛。我觉得一码归一码。今天谈论的是黄国昌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没有逾越那个分？黄国昌说冲着我来，那当然冲着你呀。连你们的好朋友张启凯都已经说了，那一天首谋叫黄国昌，我第2个。你在那边讲说现场带队的指挥官来，有什么事情找林国成，因为是他。我当然知道你会推给林国成嘛，林国成当台北市议员当了那么久，他跟警方关系很好啊，你把往推，结果谁会知道张启凯今天突然讲说那个首谋叫黄国昌，就大家乱了套了违反集会游行法，我个人粗浅的概念是这样啦就是说，除非你今天有本事把那个法修掉，对不对？你没有修这个法，大家就是这样你就要问林国成，我就请问民众党问一下林国成嘛。林国成，请问一下，你要申请集会游行，请问手续是什么？你一定比他们都清楚，你教一下你们党里面嘛。你今天这个东西叫合不合法？你知道网络上好多人讲说，原来那天林国成有去啊。我们从头到尾看到都是黄国昌嘛。有啊，两边啊，一个站张启凯，一个站林国成。结果讲话的都是黄国昌嘛。我刚才讲说违反集会游行法有不同的程度啦，我真的必须讲。今天大家其实分开的不是说你违反集邮法啦，你说我这个地方不准游行，好，我们大家都聚集，对不对？你举牌，我就坐下来抗议，我就不动你怎么样？我不要你把我拖走，这有没有违反集会游行法？有嘛？第二种是什么？警方在那边，警方在那不行，我跟你推，我跟你挤，我跟你拉。那一天我为什么对什么温柔的互动这么的反感嘛？因为国民党在北检那一天就是这样干的嘛。第3种程度是什么？那个刚刚那个第2个也是违反集邮法你跟警方在那边推挤第3种程度是这种，我给大家看嘛，比如说像这种
禁制区在这里，黄国昌你们已经进入到禁制区里面去了。因为你的群众是在这一块，你看黄国昌的位置是已经到了拒马这里面，你没有委员的身份，谁会放你进去啦？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种方式。为什么大家对你违反集邮法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单纯讨论说你是不是在那里说我走路？你们今天有人就是直接这样子爬到警方的头上，然后在那边挥舞着他手中的衣服，在那边牛仔好忙，在那边甩，然后在那边这样子拍照给人家看。你们因为爬这个现场多少的警察一次广播说某某某指名道姓不要这样爬，你会受伤。你隔2天跑出来，哎呦，你看啊，我这边走路，你看我就被划伤了，我这个小伤，但是我跟你讲，难道台北市没有走路的自由吗？你看，连柯文俊都这么生气，你看脸都红了。你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时候的心里面有柯文哲，我就随便你啦。那个都是为了个人作秀嘛，在那边这边甩。你民众党有本事在那边讲那个法，还在那边讲说这个叫做迫害。你今天走到台北市讲话，你最好跟台北市的警察讲，我等下走出去之后看到一个警察，我就跟他勾肩搭背，就在勒他脖子，最好不要办我。你还是因为我没有加入民众党，你最好不要试，没必要，最好不要试，我就先签一下委任状。对，不是嘛？我就讲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被合理讨论？它当然可以被讨论。你认为集邮法不 OK？ 那你去问一下你口中的那个林国成委员吧，他最了解啦，对不对？林国成就是帮忙协调这些无为不为的代际的人嘛。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就是说民众党讨论，对不起，我刚才有点那个，我也不会真的对警察怎样，所以没事别抓我，因为我没有民众党的党证，我也没办法做这种事情。你怎么怂了呢？你就拼下去啊！你怎么怂了？先加入民众党就可以了。我先签委任状比较实际。不是我就讲实话，就这种东西，为什么大家在这件事情会讨论说违反集邮法，是因为你的行为是脱序的。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说我坐在那里，结果警方不行又打又踹，我刚为什么提2008陈于林那个事件？事实上那个事件真的引发各界很多种不同的讨论。OK， 黄国昌，你把人带上街头，你号召的叫做说我为柯文哲争司法人权。我没有觉得不能，可是今天为什么大家会出来批评蒋万安的那个说法？是因为当记者问你说有警方在执勤的时候受了伤，而你蒋万安却说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个的诉求，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吗？而你蒋万安却说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个的诉求，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吗？我们没有一个任何，不要讲台北市啊，我相信全台湾400万人啊，没有人像他们有这种特权。蒋万安其实必须要负担的责任是，当你今天去讲说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怎样的时候，你其实在告诉台北市的警察们，你未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先吞论。可是我们过往看到都不是这样，我都讲嘛，你黄国昌有本事，你去新北市抗议，你看侯友宜会不会这么的温柔的跟你互动？我才不相信呢。侯友宜自己警方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东西其实是被颠倒是非了。当你用这种方式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你的群众的时候，你的群众觉得很哀。为什么大家觉得那些警察是被羞辱的？原因其实在这里嘛。但将军。如果讲黄国昌，因为83您刚刚讲到，包括声量啦，包括所有这些，这四叉猫为什么又要盯着他？四叉猫讲过啊，他说如果你不回应你是不是美国爸爸的话，我会一点一点丢，我手上很多料。他预告过啊。对，那所以四叉猫今天问你是不是美国爸爸，我老婆会生气。问你是美国车可不可以？这美国车应该没什么好生气了吧？对不对？这一辆是四叉猫，其实四叉猫它做事不是不花成本的，他去美国查一笔要20块美金，然后去查 Benz 的这个保修记录要50块美金，不是免费的，而且他还讲说我跟你讲在美国你要查资料不能用台湾的信用卡，要找我美国朋友的信用卡帮我刷，我再汇钱给他。对，所以他是花钱去查的，他直接讲说黄国昌你有没有美国资产？他查了。这个美国的这一辆房车是2012年的11月，黄国昌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啦，
这是英文名字嘛？郭昌晃应该就是了啦。对，就是说你有没有这辆车？你在美国2012年11月买的，可是呢，他买的地方在哪里？在罗彻斯特州，就在他康奈尔大学附近，所以说也大概就是他的了。然后，但是呢，很奇怪一件事哦，他这辆车2012买了以后，出厂只做过一次保养。各位，我们都开车吧，车子就算不开，大概半年也保养一次，不然车就完了。那个机油就搞坏了嘛。他2012 11月出厂只做过一次保养，然后呢就没有保养。那四汤猫说会不会卖了？没有，他查了，没有过户记录，没有卖掉，没有转让。那是不是转到别的州呢？没有，他的车牌也没有转到别的州。所以四汤猫就说要不要问一下？其实这辆车哈，你在美国念书，或者说是受训，买一辆代步车很合理。我很多学长在美国当武官，他到美国第一件事，大概2个月后就买一辆车。那这一辆车买了以后有2个选择嘛，就是3年后来接你的徒弟，我卖给你。第二个呢，我这辆车我爱不释手，我带回去。一人一辈子有一次，我可以从外国进一辆车回来，不用税。那黄国昌这辆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辆车在台湾买蛮贵的。这个 Benz 的 GL450 很大，4轮驱动，它的排气量4663cc，就将近5000cc 了，是大车。然后呢，这个是在哪里查的？这四场猫说对不起，后来我一查，这个车子的型号居然在台湾。这辆车在台湾，就是他2012年11月，大家可以看，2012年11月买的，白色的。然后呢，是103年的5月23号过户到台湾来的。然后这整个迁入的时间点就完全吻合，也就是黄国昌这辆美国买的宾士车，在买了不久之后就运到台湾来了。那大家想想看，这辆车在美国讲过只保养过一次哦，就表示他在美国不是用来开的，他就是买来把它运回台湾的。那可是需要这么麻烦吗？对，那可能黄国昌对这辆车情有独钟，或是他的太太对这辆车情有独钟，所以把它运回来。上去四叉猫应该不是单纯要问黄国昌的车吧？对，那你我一直觉得隐然感觉上，我不知道他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因为他不会单纯为了查一部，而且平常讲，就算黄国昌有一部车，他就算说车有回来，或这有什么影响吗？是，我们都觉得，我觉得他不会是单纯要问车吧？当然不是，问你美国爸爸，你很生气，我丢个小的，你有一辆美国车，然后他连美国车都不回答，那四叉猫说，那会不会有美国资产？你在美国有没有资产？因为四叉猫说你这辆车都没有申报啊。他2016选立委，他没有申报嘛。他说，那你这辆车子运回台湾了，你在美国有没有美国资产？我想每次四叉猫只要一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是黄国昌，我心里就会想，你又查到什么啦？对，因为每次报都中啊。OK， 这中了没有？中啦。他的儿子那个身份证字号是美国人，这不也中啦？因为到现在为止，黄国昌都不说嘛。美国车也不说，美国孩子也不说，四叉猫会不会再丢美国资产、美国财产、美国好多好多的东西？那我觉得黄国昌他们除了一件事他有承认以外，他是美国博士，他其他的一律不承认。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你看到的市场吗？要不跟他好好谈一谈，你手上到底有多少料啊？要不要一次包？不会，他一点一点挤牙膏。OK， 好，那全球都瞩目，因为今天9月3号，当然我们庆祝93军人节，老共呢每10年一次的93大阅兵在今天那正式登场，那全球都在关注，包括老共要秀什么样的 muscle， 包括去参加的来宾不管是普丁啦、金小胖啦，到底有哪一些人？那当然对国内来讲的话，那我们也会看一下说，那国内包括各政党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人去很多这一类的一些事情，这包括在全球，包括在两岸之间非常微妙的一些事情。但是今天先看老共有93大阅兵，来，任俊，这普丁、金小胖，跟习近平在天安门，大家看到这3个人，某种程度，当然川普也有回话。川普甚或直接大大说，帮我问候一下那2位要密谋反对美国的普丁跟金小胖，他就直接大大这样讲啦。当然，这一次的这个93大阅兵，因为毕竟10年一次了所以大家就非常高度瞩目。而且之前一直传说某某某、A、B、C 通通都会去啊。
所以这一次号称26国元首这个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哦，结果这个焦点全部放在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然后还有这个金小胖啊，另外还有普丁的身上哦。当然有媒体发现到说，他们所站的这个位置跟当时哦，其实还蛮像的，说要恢复到旧冷战时期哦，三国同框，因为那个时候什么赫鲁雪夫啊，谁这样全部一起站哦。不过毕竟对中国来讲哦，这一次花费了这么多的钱哦。然后呢，要搞了这么多的这个武器啊，全部都这样，因为你知道这个搞阅兵哦，我们这个从军的生涯里面，民国80年参加华统演习，这是全台湾最后一次的这个演习哦，大家对演习大家都有一些概念哦。那分列式进行式里面，特别看到就是说他这一次把核三位一体的这个战略的武器哦一起秀上来哦。包含到外界比较好奇是东风61啦，哈，东风61这个飞弹哦，号称这个第一个核打击能力很远哦，第二个被人家称之为叫什么核战终结者哦，因为它整个打击的范围远，然后距离也长之外哦，可是外界也认为就是说，与其讲中国这一次把这个所谓核三位一体的力量，特别是东风61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应该严格的讲叫做看到东风61的发射筒，而没有看到它的飞弹。好，所以到底是以宣传的目的为主，还是怎么样？但他确实秀了一个 muscle 哦。那一个比较特别是说，这个26国元首通通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哦，被认为说，也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本来大家觉得欧盟啊，或其这个包含是不是这个什么川普也会去，不过最后大家看起来，第一个啦哦，刚刚讲到说这个俄罗斯，然后跟这个北韩大家一起出现，这个不意外啊。但其他的这个国家领袖哦，有一些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最近在中国的这个有一些这个什么各国的一个会议，大家参加会议完了之后，顺道去了这个北京，所以你没有看到欧洲国家的代表，才会有一个认为说，哦，今天这个是不是您刚刚说川普讲说，你们这些是不是在密谋对付美国？因为你去的那些有很多跟美国并不是特别属于他这个要特别友好的盟邦哦，或者在他的亚太战略里面被美国视之为叫做第一线的这个盟友哦。那也被记者捕捉到了，说这个习近平哦跟这个所谓的普丁哦，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说呢，这个有提到一些的对话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自己随口说了哦，因为这个有提到说普丁跟习近平在讲的时候呢，普丁跟他的这个闲话家常里面，居然有提到了跟器官移植还有长生不老之术有关的一些对话内容那这个报道很有趣，因为这个报道讲说呢，大家还想说，这个影片放出来，因为有声音嘛，以为是 AI， 因为最近 AI 很可怕结果说多方大家去比对完了之后呢，觉得好像大家都有录到这一段，所以就提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到当年呢，找这个什么下西洋然后去找长生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徐福，然后后来到了日本，那反正都是很多传说不过这也确实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状态之下，习近平所周边站的这一些人被美国视之为你选择在，因为阅兵这个为什么我们讲民国80年之后就不再做了？因为你真的会来看到目前为止会进行阅兵的国家，基本上还是以集权国家为主啦。西方世界顶多大象走路已经很了不起了大家秀一下给你看，飞机走一走，然后飞上去已经了不起了，很少会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把什么各个军队武器什么做一个新武器大关，很少做到这样。所以美国未来接下来对于这种所谓站在习近平身边或身后，身边那两个不用管啦因为那个本来就是高度会关注的身后的那一些国家有人笑说唯一自由的国家叫蒙古嘛因为他们不是集权国家，其他的看起来都有他自己本身一些内政或者一些国际上的问题的状态下，会不会让美国把他们视之为叫做中国的友邦，甚至是盟友？那美国接下来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手段，会不会对这些国家再来出手？将军以您自己那以您对这样来看这次老共的阅兵，你觉得他对，因为大家会在乎的是包括他的武器，然后对我们会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威胁，这一定是我们会在乎的一个点。我们在乎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在阅兵，老共这次花了1000多亿的台币搞这样的一个阅兵，说呢，其实阅兵很累，对不对？非常累。
老共这次花了1000多亿的台币搞这样的一个阅兵数年，其实阅兵很累，对不对？非常累。阅兵哈，任俊刚刚讲华通演习，这最后一次的大阅兵，他是踢正部的嘛？没有，我跟你讲，我身高差一点，没被选上，没选到，真是万幸啊！我们坐在那个总统府前的观礼台，大家采梅花座。那你不错，你是坐最好识别的就是大家手上都有个小包包，为什么？里面都有无线电。他是坐的，我们是那个战车的校阅部队。我告诉你，那个晒的战车在那个地方晒哦，就跟在上面烤荷包蛋一样，热爆了。为阅兵超累，尤其是参演部队。我告诉你。不搞个半年，搞不出来，至少要半年。放下手边工作，什么都不要管。然后就是搞半年。那个车辆要标旗对正，然后敬礼的时候旗帜要一致，然后摆头要一致。不搞个半年，我告诉你，那个每一辆车的引擎不知道换过几颗了。因为它那个是低速怠速，这样啵，那大概消耗度比平常演习大概超个10倍以上。它都是低速怠速这样走，最伤引擎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所有战车的引擎。你坏了，马上换新的，也不用什么填2次动4表，不用填什么申请单，坏了就来。老共一定也是这样。那可是我还有些朋友讲他说这个演习会不会突然间由严转战？我说你完全放心，因为习近平比你还怕。那里面每一支步枪撞针都拆掉，每一个炮车的底火都拿掉，反正所有的东西就是雄壮威武，但不能打。因为习近平比你还怕，万一有哪个家伙砰砰给他一枪，习近平不就结束了？上面还有普丁，还有金小胖，对不对？3个还研究什么长寿，万一里面有撞针了，那2个就直接终寿了。对，所以我说长生不老，对，活到150，这吓死我！跟你讲，如果那里面哪一个小兵那个枪里面有子弹或者有撞针，碰一个他们就此结案了。那但是呢，通常我们会让来参观的这些贵宾宾至如归。可是我看了中国这一次的行程以前我们常讲一句话那个列子旅游起得比鸡早，跑得比马快，吃得比猪差。你看看这个演习，它这个活动大家可以看一看，3天2夜，我讲给大家听，这真的是体能，还有耐力，还有烦躁度的这个考验。第一个9月1号，他这个报道没问题，报道后就到饭店去。从9月2号开始，大家可以看到6点半较早，什么起床啦，就6点半起床，不准睡了，起床。然后呢，6点50吃早饭，7点半集合，然后7点45运动，从8点半到10点钟，1个半小时干什么？你知道吗？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的主题展，多久？1个半小时，这是思想教育嘛？1个半小时。然后呢，中午吃个饭，回到酒店，下午继续再来，几点出发到国家的会议中心听什么？听专题报告，多久？2个半小时，也就是9月号那一天，光是听爱国教育，听这思想教育，就搞了4个小时。那你说，那隔天总可以睡饱一点，没有？隔天3点钟起床，早上凌晨3点起床，然后呢3点15吃早饭，4点钟结束然后就集合，然后集合完成安检以后呢，9点到10点半就1个半小时观礼，观完礼之后呢，继续吃完午饭开始思想教育，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6点，多久？3个小时的爱国教育，烽火乔欣，观看纪录片，各位。你会不会想打瞌睡啊？3点起床，然后呢看个阅兵，下午搞3个小时的思想教育。不要再念，我累了。很累对，你念的我都累了。大家可以看，3天2夜，光是思想教育加起来就7个小时。3天2夜看阅兵只看了1个多小时，思想教育就7个小时。不能说我不要参加那个行程。不行，不行，不行，不爱国，思想不正确就不要回去了。所以他非参加不可。可是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台湾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前幻象飞行的飞行员飞官在台湾智库的整个研讨会里面，他就说，中国在这次阅兵，大家看雄壮威武，有人很说哇好可怕。我告诉你，中国在2000多枚短中程弹道飞弹中，就有将近1000枚对准台湾，那首波只能打216枚。他说不，为什么2000枚为什么只打216枚？我之前在节目就讲过了，发射架的问题，他不可能一次把2000多枚全部打出来，后面就没了嘛。他大概会分3波，每波间隔10分钟，也就是说，他会216、216、216分3次，半个小时把它打完。所以说每一个时间中间的反应时间就是10分钟。所以这整个这个幻象飞官高志荣就讲，如果以上述6个短程飞弹的旅来计算，那么
就是半个小时，3波就打完，就打完。那么我们有半个，所以为什么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国军的进入紧急应变位置，还有所谓的这个战力保存，就是以30分钟为目标，就是告诉你要承受的3个小时的压力，通过了，你后续他再想打也没了，他就要登陆了。好，那我们再看今天这个这么敏感的93阅兵，中国这个习普京嘛，习普京3巨头一起在做这个阅兵的时候，看到一艘不知名的美国政府的公务船悄悄的通过海峡中线，然后呢，这个消息中国跟台湾都没有证实。那今天上午7点钟，这艘船已经到达了七美海域，就澎湖附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今年的7月份，大家可以看一看，没有来自中国或台湾的过境报告，也没有得到美国的进一步确认。这艘船的目的是什么？很明白的嘛。就近掌握状况，因为现在中国整个那个川普就讲了嘛，这3个在密谋造反 ，OK， 要反美国，所以我才说美国在这么远，他都有警惕。那么台湾针对这波的军演，因为有人讲说，中国把这个军事的武器从弄出来，我们顺便看一看，真的在看，我们所有的军事专家针对中国这次的军演。你有哪些新式的武器？不管你的这个效能，你的武器的这个成果有没有这么好，我们都当真。然后我们一笔一笔研究你的波次，我们会因此我们在改变修正我们的国安作战计划，要让国军更能够应急作战。OK， 其实这次看得出来，习近平也要拉帮结派嘛，包括普丁去，然后包括金小胖去。那因为普丁其实他到国外去或什么参访机会也许多，金小胖很少出门。那尤其大家知道，他除非到万不得已，要不然他是不会坐飞机的。所以他能够有火车，能够有什么，他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元之，大家会观察几个点，其实有一个，他的女儿金主爱会不会一起去？因为大家就讲这牵涉到未来接班的问题。第二个，他的那列火车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重点。我记得那时候金小胖跟川普之间的会面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那时候大家有在问说，金小胖对于自己所有的包括个人资料，他大概是全世界个资保护最严密的一个人，所以他是连包括排泄物那些全部都不留，全部都带走。对，因为一个陈武哥刚刚讲的嘛，金小胖比较少在大家面前公开露面，所以大家都会一眼就是看他，就是很有兴趣。那这一次他出现，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他女儿，他第一次带他的女儿在国际间亮相，他女儿就是这一位啦，这个叫做12岁金主愛。那北韩的国内的人应该对他不陌生，因为他已经多次有出现在北韩的国内的重要场合，例如说去看一些阅兵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宣示了哈。但是呢，是第一次在20-30个国际的元首的旁边呢出现。那这个就是非常有宣示意义啊！《纽约时报》就直接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金正恩直接向世界传递接班人的信号，就是金主爱。那为什么这样子可以传递呢？因为其实金正恩他爸爸嘛，就是金正日，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小孩。可是呢，其实在金正恩幼年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他做接班人，这大家不是很晓得。那金正恩只有几个小孩，我们不知道啊。其实你不知道他有几个小孩啊，可是实际上他唯一有认证的，然后叫亲爱的女儿的，就是金主愛啊，所以这样子就是非常明显的嘛。他才12岁啊，每天待在身边，还不明显吗？所以，这个金主愛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正恩随时随地呢，什么东西不用带没关系，一定要带一个马桶。好，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带一个马桶呢？因为他要杜绝自己的排泄物被敌方掌握。那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毛泽东。因为据前苏联的特务所讲啊，毛泽东之前在1949年的时候去苏联参访，那苏联呢就帮毛泽东呢打造了一个特制的马桶。那个马桶呢，它一般你冲马桶哈，你比如上完厕所冲完马桶，排泄物是不是就到了那个下水道？不是，不好意思，不是去下水道，去哪里呢？去很多秘密的箱子。然后呢，苏联呢特别成立了一个研究排泄物的部队，专门去研究排泄物，然后就掌握了毛泽东的粪便嘛，然后就分析了10天。然后本来苏联要跟
中共那时候要签一个协议，分析完之后决定不签了啊！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签了，因为特务没有讲，可是说毛泽东是怎么什么状况不签？但是重点就是你的排泄物如果被人家掌握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哦，那个金正恩呢就特别的重视自己的，不管是排泄物也好啊，或者是他的指纹，或者是说甚至于他出去签署东西都会准备自己的原子笔。抽的烟会回收，连那个火柴棒都回收，反正它不会被你掌握到任何它的生物特征，小心成这样啊！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很多人都会猜测说，金正恩你有什么身体状况啊？你是有没有高血压，还是你有什么问题？对不起，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你无从得知，除了他的医生之外。然后马桶，大家都知道马桶真的这么重要，对不对？那当然呢，这个他这次呢，这个坐的这台车列车也是非常受到关注。那这台列车其实是他从他的祖父开始，他的父亲跟他都有。这台车非常豪华，超级豪华的。因为他的祖父呢，他的爸爸不太敢坐飞机，所以不管是去中国啊，或者是去苏联啊，都是搭这个列车。这个列车呢，当然基本配备嘛，一定要有一个行动办公室，电脑啊、桌子啊，各种都有。但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里面还有防弹装甲，然后里面有部队。然后重点，然后还有呢，吃喝玩乐不可少哦。据说啦，里面呢你要吃什么法国餐啊、韩国餐、中国餐或者是什么餐都可以叫得到。然后金正恩呢出访呢还会带很多歌手跟演员，哇，这个车不得了了！你看上面简直就是这个应有尽有。所以金正恩一般来说也很喜欢搭这个列车出访。那但是他也是敢坐飞机，只是朝鲜的政权，他们对于坐飞机比较没有信心，但能够坐火车就坐火车。然后像这个列车上面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车子？为什么这边有车子呢？因为安全嘛，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车子上面也有马桶啊，好不好？就是根据那个资料显示啊，金正恩因为太怕排泄物被人家知道，所以像这种车子，或者是他上山的越野车啊，或者是中型车，里面都有特制的马桶。可以让他上厕所，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有的车子看起来不是非常大，但是为什么可以上厕所的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只能说这个北韩的科技在这方面是蛮进步的。但云凤，大家也会关心的是，包括我们国内，因为看起来国民党里面是包括党中央也没有任何人去，然后是洪秀柱前主席，然后他有去，当然他有讲说延续什么抗战精神啊什么，包括他坐的位置，大家都会关心他坐在哪。他坐在这个所谓天安门的城墙上面的这个第3排元老后面啊，这个天安门这个阅兵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是除了国宾以外，就是中共的正副国级以上的贵宾才有可能坐这里，所以呢，这个规格呢是非常的高，因为他坐的位置刚好就是你必须要坐过中共的副国家副元首以上，或是副的这个总理以上，才可以坐到这个位置里面。所以说，其实如果是这个连战，他可能会坐在第1排，可是这个洪秀柱坐到第3排，已经算是非常的高规格了。副元首以上，或是副的这个总理以上，才可以坐到这个位置里面。所以说，其实如果是这个连战，他可能会坐在第1排，可是这个洪秀柱坐到第3排，已经算是非常的高规格了。因为前面都是这个做过他们国家的副国级的官员，后面都是元老，后面都是这个中共的元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就非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一站起来，你看就可以看到他跟王岐山是同框的。王岐山在国家是很重要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呢，就是说大家都不去了，怎么洪秀柱还这么坚持？那洪秀柱去的时候，这个百度的热搜还上过第1名。
好，就是洪秀柱以抵北京什么将出席93的阅兵，可是呢，因为习近平出来了，所以一定要把洪秀柱的压到第3名去，所以就是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的新闻变成第1名了，然后。这个有个不长眼的叫什么有不谋手的丰碑，就把他跑到第1名。可是洪秀柱就本来是第1，就跑到第3了。所以你就说这个事情呢，就变成说这个大家都在看川普，大家都在看普丁、习近平跟金正恩，可是台湾人就是注意洪秀柱。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引起台湾国民党很多这个讨论呐。因为这个很有希望当主席的郝龙斌呐，他就说他被问到这件事情，他说我爸爸被邀请了非常多次，他爸爸就是郝柏村，他说。郝柏村就是死都不去，然后呢，郝柏村的理由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抗战是谁打的，抗战是中华民国打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去那里干嘛？所以说这个，然后可是下面就有一堆人留言说啊，你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洪秀柱是在救国家，他是两岸维持这个和平啊。因为习近平一开口就说，现在又面临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了，所以下面又有不同的意见。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是这个郝龙斌的态度的话，就已经说明了，其实郝龙斌是现在国民党党内唯一存在的正蓝。就说他跟中共的这个态度还是分得蛮清楚的。那有些人就不会去介意说这个什么我跟这个抗战是谁打的那我去那边是对于中共的这个好像承认抗战也是中共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郝龙斌现在当然就是下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红统的人去骂他，但是这个就看国民党的选择。如果你这个未来中共是你未来选举的一个很大的包袱的时候，郝龙斌这个态度是对的。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还要继续背这个包袱的时候，那郝龙斌就不适合做你们党主席啊，因为他这个理念根本不大合嘛。来，两位包括元之，包括舒培，因为这件事情也引起国内有一个讨论，两位大概各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是抗战是中华民国打的，大家都在讲说，然后我看媒体上面，绿营有人讲，蓝营说你们干嘛老共曲解，你们不讲话，蓝营就跟绿营说你们干嘛淡化所有的抗战胜利，所有这些，因为老共大家都知道，老共办这93阅兵，某种程度也要告诉全世界，摆明了好像抗战是他们打的，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在论证，是不是？对啊，抗战是谁打的？抗战不是中华民国打的吗？是中华民国国军带领着大家打赢这个战争的，不是吗？那时候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没有啊。那时候只有共产党，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今天国民党的前党主席洪秀柱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参加这个抗战胜利，我就觉得你们有没有点怪怪的啊？那老祖先知道，那这个蒋介石、蒋经国知道，我告诉你，洪秀柱你回不来啊，是不是？那莫名其妙嘛。而且我觉得，你看哦，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事情。那而且洪秀柱当时在10年前的时候，他说只要去参加会伤害国人的感情，结果他今天居然去了。他去的理由叫做会增加两岸的和平。我就问你，现在共机共建老台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骚扰中华民国吗？找麻烦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我们今天去参加人家阅兵，看人家的武器好棒棒，人家就是用这些武器来骚扰我们。你们不会精神错乱吗？蒋介石、蒋经国知道，我告诉你，洪秀柱你回不来啊，是不是？那莫名其妙嘛。而且我觉得，你看哦，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事情。那而且洪秀柱当时在10年前的时候，他说只要去参加会伤害国人的感情，结果他今天居然去了，他去的理由叫做会增加两岸的和平。我就问你，现在共机共建老台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骚扰中华民国吗？找麻烦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我们今天去参加人家阅兵，看人家的武器好棒棒，人家就是用这些武器来骚扰我们，你们不会精神错乱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我现在看到的是国民党没有用党的立场。的身份派人去，但是洪秀柱去，你能接受吗？另外有一个，今天我看到是这个有一个海军的舰长吕礼师也去，这是这个于将军的好朋友啦。没有跟他不熟，好，跟他不熟哈。他今天去的，他今天就是说，我这个反正现在台湾的法律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处罚我，管到校级。对，因为只有管到校级。那这一件事情，就有委员就出来讲说，当时我们其实就在立法要求两岸条例里面应该把所有的退将，起码校级以上全部都要放进去做管制。但那时候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做了一些这个修法的这个阻挡，所以才让这一届这个校级的这个军官没有被管到。所以我们针对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来思考一下，台湾对于退将的管理是不是应该要更严格？来源之。我也觉得抗战胜利应该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应该要来宣传这件事情。但是今天好像没有特别宣传这个事情，然后总统还用终战2个字来形容93军人节的由来。其实终战这2个字是日本人讲的嘛，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打中华民国，然后后来我们抗战胜利嘛，那他总不好意思说他是侵略者嘛，所以他就用终战来形容他的战败。那我们当时中华民国为什么会有今天93军人节？为什么会有93军人节？是因为1945年的时候，那9月2号日本跟我们投降嘛，啊9月3号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重庆就宣布说放假1天，然后到1955年的时候宣布今天是军人节。军人节由来就是抗战胜利，这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史观。可是怎么会我们的总统去讲终战，去讲到日本的史观，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所以我们希望，既然民进党也认为说，这个东西跟中共那边啊，对啊，为什么要去中共？不，你们刚刚讲我都没有打岔哈，因为我1分钟，你要让我讲完哈。既然民进党也认为说这个东西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那你还不讲？你不讲就变他的啦。所以我们跟那个民进党呼吁。如果你认为跟他无关，我们要大肆宣传，我们才有正统性啊。OK。然后还有就是总统的史观不要那么混乱，好不好？他在去年我去参加那个国庆的晚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东西嘛，他说中华民国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其实当下我听到说，哎呦，你承认中华民国是113年历史的，去年的时候嘛，因为一定是中华民国在那边。才会是他们的祖国嘛？可是因为过去其实终战这2个字不是赖总统发明的，是民进党台独的思想都是讲终战。OK， 那他们只认为中华民国是70年历史，就是外来的70年，那以前都不关我的事情。可是当总统讲到113年的时候，我说：“哎呦，你现在是中华民国派了哦，不是借壳上市哦，不是借尸还魂哦。”结果今天又用终战来形容。那就又变台独史观了啊！将军节补充一下，史观自助餐的。我要跟大家讲哦，其实以前的93就是军人节。是啊。我刚好10年前，对岸的中国开始跟我们抢抗战的这个主导权，所以10年前我们不是在93庆祝，是在77。7月7号，我们是在7月7号庆祝所谓我们这个跟日本这个整个我们打赢了胜利，所以93是军人节啊。今天的焦点是军人节，对岸有军人节吗？所以对岸讲什么？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一堆人跟着讲，今天是军人节。真正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在密苏里舰山东京湾是9月2号。所以不要被中国的统战给歪楼了。我再次强调，我在军中这么久，30多年来，今天都叫军人节，庆祝抗战永远在77。人家说莫忘77精神。不要被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给带歪了。再次强调，今天是军人节，跟什么抗战
那不对，我们都是庆祝7.7抗战。今天的93军人节，那对于国内来讲的话，93军人节当然象征了大家包括对军人啊，包括尊重，包括过程当中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一块。那当然，当老共那要抢所谓的抗战胜利的主导权的时候，对全世界在宣传，那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些态度来面对？对国内来讲的话，当然除了你会关心到老共93阅兵那些武器对两岸会有什么影响？明天9月4号，明天9月4号，柯文哲前主席的拒保停押庭，那个庭到底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